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黄帝内经云，经络者，所以决死生，除百病，调虚实，不可不通。骨正筋柔，气血自流，只要打通经络，即可百病不生，骨正筋柔，使气血顺畅。而现代人不爱运动，会导致血液不通畅，气血不通畅，外邪就容易侵入体内，体内毒素排出缓慢，长期以往，淤塞堆积在体内，造成经脉堵塞，给健康留下隐患。万病皆是源于淤和堵，我们人体就有一个最容易出现循环阻塞问题的地方，它就是我们的臀部。臀部是人体的一大毒窝，臀部位于人体的中部，是经络气血运行的关键枢纽，有6条经络经过，是连接人体上下气血运行的桥梁。现在工作环境有空调，而且工作基本都是坐在电脑前，由于缺乏运动和受寒，导致臀部寒、湿和瘀，出现了一系列盆腔淤血综合症的症状。这个时候病人往往认为自己是盆腔炎，不孕患者马上联想到生殖系统的问题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臀部经络堵塞、毒素积聚会招致哪些危害。1. 引发腰部痔疮问题。由于我们久坐翘二郎腿，臀部经络不通，代谢不好，使臀部循环不畅、发凉，大量垃圾、寒毒囤积在腰椎、盆腔、腹股沟处，臀部附近就像一个垃圾场，从而导致腰部问题，如腰酸、腰椎间盘突出、坐骨神经痛、带脉不畅、腰腹赘肉多、下肢循环不好，甚至老年偏瘫。再因不运动、久坐、循环慢，最易形成血瘀，在直肠部位易形成痔疮。2. 招致各种生殖类疾病。臀部寒凉，盆腔内、腹股沟会堆积很多淤堵的毒素病菌，从而招致盆腔积液、盆腔炎、附件炎、阴道炎等炎症。臀部周围受寒，会使臀部经络收缩，呈现痛经、月经不调、血色暗、血块等。当臀部多湿，会形成泌尿生殖系统的炎症。在子宫、卵巢部位寒气不容易排出，易构成囊肿、肌瘤等。3. 臀肌毒素影响外形比例。臀部、腿部、腰部易引发部分过多浮肉，过量的水分汇集，易产生湿症、寒症、身体变形、代谢减慢、人体比例不协调等等问题。调理方法：每天坚持拍打屁股至少5到10分钟，坚持1个月以上就会看到效果。若是事务繁忙，不必专门花时间，走路的时候顺道拍拍屁股，身体就能感受到明显变化。具体方法：双手举起平肩，自由落体下去，拍打臀部周围，包括小腹、腹股沟、髋关节和骶尾部。如果在拍打过程中发现某个部位刺痛，就每天重点拍打，直至痛点消失。也可以用拍子隔着衣服拍打屁股。拍打前建议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如果有囊肿者慎拍。拍屁股后不要马上洗澡，拍屁股的时候要注意保暖，不能一边吹着空调或者电扇一边拍屁股。拍打时注意以下要领，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1. 实掌拍打刺激大，疗效更明显。2. 为了减轻痛感，有时也可用空掌，但空掌并不是把手指弯曲，手掌鼓起来形成一个大空心，而是把大拇指与其他4指并拢，形成一个很浅的空心，其余手指依然平坦，所以基本上还是实掌。3. 如需要加强某些局部的刺激，可用手背拍打，以并排的手指背面指关节为主，因此处肉少，骨关节突出，比手掌更硬，所以拍打刺激更大。4. 有些部位可用拳头拍打，如臀部肥厚之处。5. 大面积拍打时，整个手掌和手指部分应全用上。6. 对自己用手拍不到或者用手力度不够的部位，可用工具拍打，如布鞋底、木棒、石头等其他天然材料做的拍打工具。拍打按力度可分为文拍和武拍2种，如同煲汤煎药的火候分文火、武火一样，文拍就是轻拍，武拍就是重拍。拍打力度没有绝对标准，所以文拍、武拍是相对的概念。同样的力度，对这个人是武拍，对其他人也许是文拍，所以具体用力大小还需根据年龄、病情、部位、环境等各种因素决定。武拍、文拍应交替使用。
总原则是不可一开始就重拍，拍打力度需由轻到重，通常开始拍时痛感明显，过一会儿痛感就降低，再逐渐加重力度，只要能忍受，拍打的力度越大越痛，疗效也就越好。轻拍可达到与重拍相同甚至更好的疗效，但需要的拍打时间更长，对一个部位如果能拍打1小时以上，疗效更好。除了通过拍打臀部疏通经络外，疏通八髎穴也可以达到同等效果。八髎穴是调节人一身的气血的总开关，疏通了八髎穴，就能把热力注入下焦，彻底打通上下焦的淤堵。腰底部疾病、下腰痛、坐骨神经痛、下肢痿痹、小便不利、月经不调、小腹胀痛、便秘、盆腔炎等病症都可以得到调理。疏通八髎有4大妙法。1. 揉一揉。对于体虚的人来说，揉八髎穴是最为简单快捷的方法，每天随时随地搓揉300下，坐着、站着、躺着的时候都可以操作。揉八髎时，要先把手心搓热，配合功能性的精油使用效果更好，能储存一些温热的力量在手掌里。自己揉的话，就用手掌和腰底部皮肤快速摩擦，2只手或1只手都可以，最好是舒服的躺着，请别人帮忙。用手掌直接按压八髎区域，把淤堵揉散，搓到皮肤微红发烫为止，一般需要3到5分钟，可以休息一会儿，继续搓2到3次。2. 拍一拍。拍打或捶打的方式强度更高，适合阳气能量足、下焦有湿热的人。双手握拳，用空心掌从下往上来回的拍打八髎穴，持续拍打5到10分钟，但可能会疼痛难忍，大家不要用力过猛，要在自己可以耐受的范围内，不然打完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平时喜欢弯腰、驼背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穴来生发阳气，让能量充盈整个脊柱，变得挺拔有精神。3. 刮一刮。刮痧对疏通八髎穴也是超有效的，但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要在自身气比较足的时候刮才有用，不然刮多了可能还会耗气，结果就是更虚。痛经的女性可以经期前3天刮一刮腰底部、第5腰椎以及八髎穴，见效快的是隔天刮，但经期不刮，提前给子宫活血化瘀，到时候会好受很多。尽量躺着刮，拍之前先用手掌拍打、按摩传递热感，然后由上往下刮。这个部位是比较难出痧的，所以不要硬刮，勉强出痧，刺激到它也是好的。平时宫寒、容易腰酸腰疼或有妇科问题的女性也一定要刮。每周在精神比较足的那一天，痛快地刮一次八髎，不断地调整包宫的气血，人会舒服很多。刮完八髎，有些人会出现一些排毒反应，像白带增多、腰背出汗，甚至月经提前等都是正常的。八髎穴男性也可以刮哟，能帮助调理男性疾病、便秘还有腰酸腰痛的问题。4. 灸一灸。艾为纯阳之物，且走3阴通12经，最能补益阳气、驱寒除湿、疏通经络，从根本上改善盆腔环境，而这正是解决妇科问题之本。艾气下沉，遇水则反，艾灸下沉的气可以温化八髎，调动八髎的营卫之气去充养包宫，让包宫有能力抗接外邪侵袭。故而艾灸八髎不仅能治疗肌瘤炎症，在健康的情况下还能预防保健。八髎就是8个孔，它们直通包宫，艾灸它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向包宫传导热力和药性，因此八髎有一个特点，容易得气，容易产生灸感，艾灸效果特别好。如果有人帮忙，最好采用隔姜灸，在艾绒的基础上配合生姜的药性，驱除风寒湿邪，效果更佳。如果图方便，可以用大艾灸和覆盖灸，最好能灸至2腿之间有热感，屁股热烘烘，有明显热感向腹部和脚底通窜。如果艾灸盒用 1.8 厘米直径的沉艾条，悬灸用直径 4.0 厘米以上的沉艾条，艾灸八髎穴30到45分钟，慢慢延长，1日1次，连灸10天，休息3天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